3.0L6气缸引擎，362 horsepower，500 Nm，0到100 5.7秒。我现在在 Cycle & Carriage 位于 PJ 的这间 showroom， 所以今天呢 Cycle & Carriage 就邀请我来参观一下这间 showroom， 顺便 review 一下刚刚新推出不久的 CKD 版本 Mercedes-Benz ULE。So let's go， 这个就是他们的大门口了。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的关系啊，你必须要有2个 vaccine 过了14天过后，才可以进来这间 showroom 啦。所以里面来讲，里面的人都是相对安全的。所以这边有这个 showroom 的营业时间。再来就是在这个入口处这边啊，他们会叫你 scan my certificate， 然后这边会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像你要 2 dose of 什么疫苗，然后 1 dose， 然后要 show 你的这些东西，所以这些 SOP 等等呢都是做到相当的足的，所以这边要 test 这个温度。OK， 当温度 OK 之后呢，我们就要进来这一间 showroom 了。OK， 那这一间 Cycle & Carriage 呢，据说是全马来西亚最大间的 Cycle & Carriage， 它也算是 Cycle & Carriage Mercedes-Benz 的一个HQ 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里面有什么新车了。Let's go。这个就是刚刚不久前才推出的这个 Mercedes E-Class。所以这个改款版的 E200 呢，它的 front grille 就跟我在网上看到的 W206 C-Class 的 front grille 非常的像。所以在这边啊，你几乎能够看到所有 Mercedes-Benz 的车型，包括后面有一辆 GLC。所以我觉得来这里，它就是可以给你有各种各样的 model。这个部门就是 Mercedes-Benz Original Tire and Rim， 它不只是卖你 Rim， 还有包括打压。首先这个就是很多消费者会买的东西，就是叫 Mercedes-Benz Rim Lock， 因为很多人偷嘛，所以这边它会有整 set 东西给你。然后 Mercedes-Benz 它有自己的打压，就是这些像 Michelin Pirelli。或者是 Continental 跟 Bridgestone 这几个 brand 给你去选择。那这些 brand 他们的打压上面呢都会有这个代号。如果是 MO 的话，就知道它是 Mercedes-Benz 打压。就是虽然是这些 brand 这些厂牌，不过他们是专门做给 Mercedes-Benz 的。然后 MOE 就是所谓的 Run Flat， 然后 MOS 呢就是一个 Silent 嘛 ，S for Silent 打压。然后 MO1 就是 Original One 打压，就是一般上都是给 AMG 的 vehicle。这边还有很多的 rim， 然后 rim 的价钱都是直接放在这边了的啦。像这个是6268块，然后这个是 AMG 轮圈11450，然后这边就是它的这个 Mercedes-Benz 的应该是 wheel cap， 所以这个普通的是106块，这个就是1191，1191块。那这个就是 Cycle & Carriage BJ 的service area 了。这个 service area 真的是非常大，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因为它当然是 service bay 就有40个了，然后service 的员工 after sales 是80个人，然后在这边就有40个人跟你做工了。所以你的车子来到这边的时候呢，基本上车子不管是小的、中的、大的问题的定期保养都会在这边跟你解决，跟你 settle 掉它。所以今天 Cycle & Carriage 邀请我来这边，还有一个东西要强调的，就是他们有这个 Extended Limited Warranty Program。一般上 Mercedes 的 warranty 是给到你4年的，那 after 4年之后要怎样呢？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这个plan。它有跟你讲说，第5年的话你要加多少钱，还有第6年或者第5、第6年。像这个价钱呢，它就包含了9样东西，就是 Engine、Front Axle、Brake、Transmission、Rear Axle、Air Conditioner、Steering、Suspension、Power Window。那它还有另外一个叫 Wider Coverage， 所以价钱会比刚刚那个还要再高。所以这个 Wider Coverage 就加多9项，所以9加9是18。根据他们讲，其实 basically 就是warranty 你整辆车子了的啦。所以据说这个 package 是马来西亚的这个dealer 方面 Cycle & Carriage 这个给到确实是蛮不错的，因为他们也跟我讲说，你修其中一样东西啊，可能就多过这个价钱了。OK， 所以现在 before 开始之前，我大概要讲一下这辆车子的原价是499,888块，然后因为现在有这个它是 CKD 本地组装的，所以它的售价就是475,501块。所以它的 competitor 就是 BMW X5、Volvo XC90 还有 Audi Q7。这个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的 GLE 呢，它采用 AMG Line 套装，所以呢这边有很多的这个 Chrome 从 bumper 这边一直滑到那边，再来这边有这个 Multi-beam LED 车头灯，这边的 logo 里面是有雷达的，因为它是有 Distronic 自动跟车的功能。所以我刚刚来到这边看到这辆车的时候，我觉得它真的是很魁梧、很大、很高，尤其是它的这个
离地间隙，你看非常的高。这是 GLE 450，在 Mercedes-Benz 的语境里面呢，450早就不代表4.5 liter 或者4500cc， 它现在用的是3.0 liter L6， 就是直列式6气缸的引擎。不过呢，它这个是加入了一个 EQ Boost， 也就是48伏的系统，所以这个 EQ Boost 又可以另外提供额外的马力辅助给它。而且这个全新的 engine 呢，它是 beltless 的，就是它用 ISG， 就是 Integrated Starter Generator， 所以它会比传统的 V6 的皮带还要来的安静。这个东西呢，它看起来好像 Carbon Fiber 这样子，它其实跟 Carbon Fiber 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它叫 Organo Panel Front， 它是由这个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 所组成的东西。那为什么 Mercedes 会把原本是 Aluminium 的东西换成这样子的材质呢？因为这是车头的部分，所以它必须要起到一个缓冲的东西，就是严格来讲，它比 Aluminium 的弹性更加的好。这个东西我之前在别的 Mercedes SUV 或者是别的 Mercedes 车款都没有看过一个这样子的东西。CKD 版本的 GLE 呢，轮胎尺寸是27545R21，然后你看到它的这个刹车盘是一个打孔的刹车盘。然后因为这辆车子啊，它是有这个 Airmatic 空气悬挂的，所以车身的离地间隙你是可以透过里面的这个 button 去调整它的。这个 Mercedes GLE 的车身轴距是2995mm， 比 BMW X5 和 Volvo XC90 都还要来得长。那 according to Mercedes 呢，其实这个才是所谓的 Full SUV， 就是 100% SUV。而 GLC 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 crossover， 一个跨界 SUV 来的。所以这个 GLE 它用的底盘就跟 GLS 一样，而这个 GLC 它就是 more on 一个 SUV 版本的 C-Class 这样子。那 GLE 大家都知道 Mercedes 的命名就是 GLA， 就是 SUV 版本的 A-Class， 那 GLE 自然就是 SUV 版本的 E-Class。而我个人觉得这个轴距才能够真正发挥到 Mercedes-Benz 的底盘优势，因为它够大、够宽、够阿达斯。这个就是 Mercedes-Benz GLC， 这个就是比 GLC 再大一级的 GLE。所以我的身高是178cm， 我站在它旁边。如果加上这个 roof rail 车顶架之后，它比我还高，所以真的是一辆很魁梧的 SUV。那 GLE 跟 GLC 最大的不同是现在本地组装的这个版本它是 7-seater 7人座的，所以呢，在你打开它的这个电动尾门之后，你会看到第3排多了2个座椅，所以它是 2+3+2， 一个7人座格局。你来看一下它的里面。明显的，这个 GLE 的第3排座椅后面是没有 top tether， 也没有 ISOFIX 的。所以 Mercedes-Benz 的车款只有 GLB， 我看过是有 ISOFIX 跟 top tether 的。所以我们把这个第3排的椅背往前倾倒，可以。在早期他们引进的那个 CBU 版本呢，是只有 5-seater 的。那不管是 5-seater 还是 7-seater 呢，它的后面这边第3排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要 make it flat 嘛。只是不同的是，那个 CBU 版本的呢，下面是有 spare 打压的。那 CKD 版本下面就没有 spare 打压，不过它有给你所谓的打压 bump kit 啦。所以你看这个行李箱空间其实是不会输给 BMW X5， 还有像Volvo XC90 这样子的啦，打开一个或者打开2个，所以 you can make it like 6-seater or 7-seater。可以从这边跨进去，要用爬的啦。OK， 现在我的腿部空间几乎是没有的啦。不过这个椅子呢，它还是可以往前推的。button 在这边。哎呀，它往后推啊。OK， 往前推是这样。往后推啊，现在往前推。15 minutes later。哎呀，又往后推了。就像我之前介绍它的 competitor 这样子，它们是电动的，所以你要等很久一下。然后这个肯定头部空间是顶到的啦，所以我大概阿嘎它真的是小孩子做的。然后这边有2个 cup holder， 还有2个 USB Type C 的接口。OK， confirm 了，因为我的身高是178cm， 所以这个空间真的就是这样子罢了。但是就像我每次介绍 7-seater SUV 我讲到的，它的重点是 flexibility， 而不是真的是说第3排很大。因为 Mercedes 你要第3排很大，你就去买 Mercedes 的 van 哦。
我现在坐在这个 Seven Seater GLE 的第2排，而我坐进来过后，我自己蛮 surprise 一点的，就是它的后排啊，就是 second row 是 fully electric 的，包括你的椅背啊，你要向前、向后，然后你要往前推，全部都是电动的，包括你的 headrest 啊。都是用电动来调整的。这个第一排椅背的后面啊，它有2个这个东西，在它的对手身上都会有一个 screen。可是 Mercedes-Benz 呢，它就原装没有给你，不过你可以自己去选择装这个 iPad 还是什么东西的这个holder， 然后它这个是可以通电的啦，里面是有 wire 的，所以好处就是呢。有时候这些车子来的里面的 system 啊，什么 navigation 你不会要用到的，可是你放 iPad 的话，你就可以看 Netflix， 可以看 YouTube， 可以 whatever 啦，可以做你要做的东西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它虽然没有给你，不过它给你一个机会去选择要或者不要，而不是硬给你，不管你有没有用到。除此之外，它这边有这个 4 zone automatic 的 climate control， 所以这边冷气可以调整温度。风扇吹哪里等等，下面还有 USB Type-C 的接口，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 GLE 的后面啊，真的就是一个像 Mercedes 自己标榜的，它就是一个 full size full SUV， 就是跟 GLS 是同样性质的东西。再来上面有这个全景式玻璃天窗，采光方面是非常的足够，而且它的 aircon 除了这边2个 air vent， 亮这边也是有给你，所以就是有4个冷气出风口对着你吹。再加上门边这边有2个 Burmester 的这个 speaker， 因为整辆车是有13个 speaker 的，它很多 speaker 甚至埋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看到了大概5、6个吧，它有很多 woofer、subwoofer 是你看不到的，所以它的这个价钱475千到500千左右，我觉得已经能够媲美很多的那一些100多万的 SUV 了。可以。OK，Mercedes 是一个很新时代的 Mercedes 是一个很 straightforward 的东西。12.3寸的中控台屏幕，12.3寸的电子仪表板，全新的 MBUX Touchpad， 最早在 A Class 的时候见到 ，Flat Bottom 的 Steering。这辆车子我自己蛮喜欢的，就是它用的这个叫 Anthracite Open Pro Oakwood， 也就是开孔式的这个木纹，它不是那种传统很安格的那种 glossy 的 wood， 它真的是很 Scandinavian。很北欧风格的这种木，就会让你感觉这个木是有在呼吸的，让你有在大自然的感觉。因为人的一天当中有很多的时间都会消耗在车子里面，所以越多的天然材质也会提升车子的这个档次，而不是说冷冰冰的全部是金属。那豪华的部分啊，它的这个跟 X7D 长到很像。No, God, please, no, no！ 它这边你看它这个圈啊，它其实是 ambient 来的。再来就是椅子后面它这个material 是用了 Dinamica Microfiber， 就是类似奥坎塔拉这样子的 feeling。Start 车，非常安静。这个新的 engine 真的是我很喜欢。So 我先 reverse 先。OK， 你可以看到它有360度全景摄像镜头这个对于这么大辆的车子来讲啊，是很方便的，而且它的镜头很轻啊，差不多就你很容易就能够阿嘎它。OK， 我这样看是够不到的啦，可是你看还有带把歪。OK， 它的 steering 前面这2个拨杆哦。它的拨杆的 material 跟 A Class 或者是 GLA 他们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就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我觉得它太过单薄了。这辆车子啊，你一坐上来，真的就是龟高揽哈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我觉得 compared to 我回想之前我试驾 X5 或者是 XC90 来讲，这辆车真的是很高。我不知道这么它真的是很高你知道我平时出门是驾 Ranger 皮卡的咯。所以我都有一点点接近皮卡的高度这样子了。你还没有上到大陆你就知道这个跟 GLC 有非常大的不同，真的是天壤之别啊。Few moments later， 我刚刚过了3位的 toll 过后，就一直塞到现在，我还没有到不中，就是 stuck 在这边不能动。所以我刚刚塞车的时候，我才发现到原来这辆是新车来的，它的毛率是38公里吧呀。So全新，没有人驾过这辆车。既然塞车，我没有办法。奔驰我就先讲塞车的感觉，因为这辆车子车身之重它是2220公斤，所以呢，其实这么重的车子在
走停的时候呢，是会比那种什么1.5吨还是1700-1800 kg 的车来的慢呢。可是就这辆车，我觉得是蛮 surprise 的啦。因为它的对手我们讲说 X5 跟 XC90 他们都是 PHEV， 所以 most of the time 在这种时候他们都会用纯电动模式来行驶。那这辆车子它是48V 叫 mild hybrid， 可是 mild hybrid 不是 hybrid， 千万不要误会啊。所以这个 mild hybrid 当你在cruising 的时候 engine 会 off 掉，就是让到你省油，这样子的塞车情况它是能够令我满意的，就我不会觉得有很明显的 choke 啊。只要有一些车它很 choke， 你看好像踩油，只是你在 brake 的时候你要比较早 brake， 然后你在踩油的时候也不要踩太大力这样啦。就像我第一次驾这个 CLS 450的时候啊，其实我真的是打从心底喜欢这一具450或者是53系列的引擎，因为你在市区 City Drive 的时候，它真的很安静，那个 engine， 安静过 V6， 安静过 Mercedes 的 2.0 4气缸的那个 Turbo 引擎，好像你看我现在加780，一点点啊。会 lag 一点点啊 ，OK， 1秒这样是 reasonable 啦。again， 其实我一直以来我对 Mercedes-Benz 呢，如果你有看过我介绍 A-Class， 看过我介绍 C-Class、GLC 等等，你就知道，真的，如果你有 budget， 条件许可，你要买 Mercedes-Benz， 宁愿买大一点的 E-Class。我觉得在这 E-Class 呢，你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OK， 我现在进入了 Sport Mode。And 3, 2, 1, go！ 100。哇，这个 brake 一流啊！你甚至不觉得自己在 brake 啊，它就是缓缓的这样子就跟你停下来了。踩油。I like it, I like it, I like it。 我很喜欢 6 cylinder 的感觉 ，even 它不是所谓的 V6、L6， 你知道一向来 L6 不是 Mercedes-Benz 主打的东西，可是新时代的这个mild hybrid 的6气缸引擎，哇 ，I like it。我喜欢这个 GLE 450多过什么 GLC 43、GLC 63S，no。你给我选择，我会买 GLE 450，因为有时候你驾着很贵的 AMG 虽然同样是 9G-tronic 的9速变速箱，可是 AMG 有时候那个 gearbox 它砰砰砰砰砰这样，懂吗？你 upshift、downshift 都会有一种很粗糙的感觉，可是这个哇，它很 smooth， 它真的是很流畅。然后现在这一段路呢，就是进入这个 Cyberjaya 跟 Putrajaya 的border 了这个边界，所以这一条路是整个 LDP 最起伏不定、最凹凸不平的一个路面了。我看一下我的底盘现在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我现在进入 Individual Mode， 方便我去感觉一下这个底盘 Suspension， 给它去到 Sport。虽然它的轮胎尺寸是21寸，然后后面甚至是315的 size， 前面是275，没有记错的话，所以。即便它是21寸，我都觉得它相当的 comfort，compared to 我之前介绍的 GLC 300。我觉得有几个原因是：第一，它的底盘感觉上它比较厚；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 Airmatic 空气悬挂系统，它可以调软，可以调硬，车子可以升高，可以降低。这个是 Sport 来的acceptable， 所以我们现在把 suspension 调整回去 comfort。OK， 我讲过很多次了，这一条路是一面照妖进来的，你的底盘好还是不好，跳还是不跳 ，comfort 或不 comfort， 在这条路都会原形毕露，无所遁形。你看我现在去到 comfort 呢，它就会比较轻飘飘的感觉了，就是它会比较能够去 adapt 这个路面的一些状态。小坑小洞，它能够去很有效的去过滤掉这些碎震这些小样的东西。3.0 L 6气缸引擎，362 horsepower， 500 Nm， 0到100 5.7秒。
高速行驶非常的稳。所以整体来讲啊，因为这辆车子的它有一些先天性的东西，比如说窗口的面积之大，离地间隙非常高，然后21寸的轮胎，所以就变成你很难去忽视掉那些噪音，因为它就是这么大的块头，这么大块的玻璃天窗。当然这个 GLE 它还有所谓的 Distronic， 就是自动跟车的功能。不过你考量到它其实已经是一个接近500千价位的车子了，所以给你这个所谓的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也是合情合理的。稍微试一下它的身手灵不灵活，矫不矫健。我觉得 Body Roll 这个车身侧倾的抑制啊，我觉得是相当的稳的啦，就是它会给你有很强烈的信心，即便它的车子高，因为有时候你知道你驾高车啊，你不太敢做一些动作的。OK， 烧烤呢还是可以啦，不过2.2吨apa lagi有没有？没有车，烧一下。它是4轮驱动的嘛，这辆车子，所以在抓地力方面其实已经有相当的保证了啦。我现在去Sport Mode，OK， Sport Mode， 感觉上它不是 Fake Sound 啦，声音来到没有这么明显，比较浑厚。哇 ，4MATIC 全时4轮驱动系统 ，Brake， 哇 ，OK 哦。优点肯定是很多的啦，就是我刚才已经讲了，很 smooth， 很好驾，很好的视野，然后里面的东西都相当的齐全。那可能你要忍受的就是可能噪音在跑快的时候会明显了一点点，然后烧口呢，你的 body roll 也会稍微的明显吧。我不确定有多少人花470多钱要买到一辆可以配完的 SUV 啦。如果你真的要买到可以配完的 SUV， 你可以去买AMG 的款还是怎样？不过根据我自己对消费者的理解，我觉得大部分人会要买 GLE 的都是要求要 comfort， 而在这一点 GLE 的 comfort， 我10分我可以给它6.99分。现在就到了做 conclusion 的时候，我知道你们都想问什么，你们一定会问我，这样这个 GLE 比较好，还是 X5 比较好，还是 Volvo 的 XC90 比较好？虽然我们都知道475千到500千的这个 price range 它有不少的对手，但严格来讲呢，这个 GLE 450是没有 competitor 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相同价位的 X5 跟 XC90 它们都是 PHEV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款。那 PHEV 有 PHEV 的好， PHEV 也有 PHEV 的副作用，比如说车重。虽然它2220 kg 已经是有一点重，不过 X5 比它更重， XC90 同样也是比它重，所以在重量方面这辆车子是比较轻，然后相对比较省油啦，如果不要算电动模式的话。那我们说同样是7人座的车型， X5 也不是7人座，它是7人座， XC90 是7人座，然后另外一辆非 PHEV 的7人座呢，就是 Audi Q7 了。不过 Audi Q7 的价位，因为它是CBU 整装进口的，所以它的价位会比它贵了100多千，差不多600千以上，就是差不多动到卡宴，动到 Gosong Spec 的卡宴这样子了啦。这个 GLE 呢，如果你问我，我只能够选 X5， 它跟 XC90 呢，我会选择它，这是打从心底的啦。虽然它不是一辆完美的 full size SUV。影片的最后，我要在这边再一次感谢 Cycle and Carriage 借我这辆车子出来试驾。所以如果大家想买这辆车子，对这辆车子有兴趣的话，欢迎到 Cycle and Carriage 去了解这辆车子的详情，可能去 test drive， 可能去试坐等等。所以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 subscribe 按赞，也要多多分享出去。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 action cut。我讲这么讲 action 的 cut。